如果你也觉得股市像个怎么都填不满的黑洞，每次赚钱全靠运气，亏钱却实在在，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也许能彻底改变你对投资的看法。这本书叫《股市真规则》，作者派特·多尔西。他可不是那种只懂理论的学者，他是全球顶尖投资机构晨星公司的股票研究主管。每天的工作就是像个侦探一样，扒开成千上万家公司的财报，挖掘股票涨跌背后的秘密。那是全球千万投资者做决策的圣经。而多尔西他把几十年摸爬滚打的经验勾揉进了这本书里。他的投资理念深受两位大神巴菲特和查理芒格的影响。巴菲特的经济护城河，芒格的清单思维听起来玄乎，但多尔西把它们量化了，变成我们普通人都能看懂、能操作的方法。业内都说这本书就是巴菲特和芒格理论的升级实践版。投资书不都一个样，术语公式一大堆，看完还是不知道怎么买股票。但股市真规则的魔力就在于，他把复杂的投资讲得跟学做饭一样简单。他先教你辨识食材，再教你看货后判断公司到底有没有竞争力，最后告诉你什么时候关火，也就是估值和卖出的时机。比如书里提出了5项金律，第一条就是做好准备工作，说白了就是告诉你，买股票别光听小道消息，得自己去翻翻公司的年报，看看他到底靠什么赚钱，欠了多少债。这就像你买房子，肯定要查房产证看户型，而不是听中介一句这房子肯定涨就掏钱。我们普通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懒，所以这本书特别贴心，每章末尾都附了检查清单，你一条条比照着看，就算是个投资小白，也能避开80%以上的坑。他还反复强调经济护城河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帮你找到那些能持续赚钱的好公司。想想茅台为什么敢年年涨价还供不应求，因为它有宽宽的品牌护城河。沃尔玛为什么能卖得比别人便宜还能赚钱，因为它强大的成本控制能力也形成了一条护城河。你可能说我看不懂财报怎么办？没关系，这本书教你从几个简单角度判断他家的产品是不是独一无二，能不能比别人卖得贵，成本是不是比同行低，这些都比对着后皮价涨跌要靠谱得多。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这本书最大的价值不是告诉你明天买哪只股票，而是帮你建立一套不被市场收割的投资思维。你会发现那些让你亏大钱的操作，比如追热点、一跌就慌、频繁交易，其实都是因为你没搞懂一个核心逻辑，买股票买的就是一家公司。这本书会逼着你思考，如果我把这家公司全部买下来，我愿意花多少钱？当你开始这样想，就不会再被短期的股价波动牵着鼻子走了。多尔西特别理解普通人的担忧，怕公司财务造假，怕踩雷，怕学不会复杂的估值，所以他专门用一整章来讲怎么识别财务造假。比如公司赚的利润和实际的现金流对不上，应收账款突然暴涨，这些信号其实就像公司在喊救命，看懂了正能帮你及时躲开大坑。至于估值，他没让你去算复杂的公式，而是教你用安全边际给自己留足余地。比如你觉得一家公司值10块钱，那就等它跌到8块钱再买，就算判断失误也亏不了多少。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它不忽悠你一夜暴富，而是告诉你投资就像种柏树，选对品种，耐心等待，才能等到硕果累累的那一天。如果你也厌倦了追涨杀跌的焦虑，那翻开它，你可能会突然明白，原来赚钱的关键不是猜涨跌，而是看懂一家企业。这道理简单的让人拍大腿，却被90%以上的普通人给忽略了。所以无论你现在是股市新手，还是曾经亏过钱想翻身，股市真规则都值得你好好读一遍。
但能让你变成股神，但能让你成为一个清醒的投资者，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买。毕竟，投资的本质不是战胜市场，而是战胜内的冲动、贪婪、恐惧的自己。而这本书就是帮你给理智装上防护盾的工具。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拆解书里的那些干货，看看如何用理性框架筛选出能持续赚钱的好企业。多尔西的5项金律，其实就是把巴菲特的护城河格雷厄姆的安全边际转化成了一套实实在在的操作方法，帮你从盲目跟风炒股升级为理性持股。第一条，做好准备工作，别当盲目跟风者。核心就是必须像买房一样做彻底的调查，你不会只凭中介一句话就花几百万买房，对吧？同理，也别因为专家推荐或者股价涨停就草率买下一家公司。具体怎么做呢？首先，视透企业的基本面，去读它的财报，资产负债表代表公司的家底，利润表看它赚不赚钱，现金流量表看它有没有真金白银。比如一家公司利润增长了30%，但经营现金流却下降了，这很可能意味着它的利润只是纸面富贵。接着了解公司所在的行业，探探它在这个行业里到底处于什么位置。比如市场份额不到 5%， 却宣称技术全球领先，这时候你就要警惕它是不是在吹牛。再看看管理层，高管的薪酬是不是跟业绩挂钩，他们有没有频繁减持自己的股票。比如一个 CEO 年薪2000万，但公司净利润却连续3年下滑，那可能存在抛空公司的风险。其次，验证它的商业逻辑。如果你要买一家消费公司的股票，那就去用它的产品。比如你常喝的奶茶品牌上市了，你觉得味道没变，但财报却显示原材料成本上升了30%，这可能就意味着它的利润空间正在被压缩。还要分析它的竞争对手，看看同行的财报。比如某新能源车企销量增长了50%，但同行的平均增速是8%，这说明它可能正在失去市场份额。这里有2个特别重要的指标，一个是自由现金流，公司每年能自由支配的现金，这比净利润更真实。比如一家公司净利润10亿，但资本支出高达8亿，那它实际能支配的自由现金流就只有2亿，这说明它扩张的成本太高了。另一个是净资产收益率，而 ROE 是为了舍位，股东每投入1块钱能赚多少钱。那些长期把 ROE 大于 15% 的公司通常都有很深的护城河，比如茅台，而 ROE 常年超过30%。别被那些天花乱坠的故事给迷惑了。某科技公司宣称要颠覆行业，但研发投入占比不足 5%， 专利数量也远低于同行。这种概念炒作往往是个陷阱。还记得2021年某网红教育公司上市，股价报显示它预收学费占营收的70%，实际现金流却是负的。后来政策一调整，股价暴跌90%。第2条，寻找经济护城河，这是企业的护身符。核心是护城河代表公司比喻竞争的持久力。没有护城河的公司就像没有城墙的城堡，竞争对手随时可以躺进来抢走它的利润。护城河通常有4大类型，比如茅台的品牌溢价，但怕敢年年涨价，而二锅头就只能打价格战。用户买茅台很多时候不只是喝酒，更是买一种社交货币。识别这个指标主要是看它的毛利率是不是远高于同行，比如高端白酒的毛利率普遍超过70%，而普通白酒只有3到4%。但是成本优势护城河，比如沃尔玛，通过全球采购和物流优化，即使它卖的便宜也能赚钱。而那些中小超市就很难复制这种规模效应。识别指标主要是看它单位成本是不是持续下降，
比如某制造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每年生产成本能降低 5%， 且是技术壁垒护城河。比如辉瑞的专利药在保护期内独家销售，毛利率能超80%，但一旦专利到期，仿制药上市，利润就会暴跌。识别指标主要是看它研发投入占比高不高，专利数量是不是行业领先。比如华为研发费用率超过 15%， 5G 专利全球第一。4是网络效应护城河，比如微信，用户越多价值越大，就很难打破这种用户粘性。淘宝、美团等平台也都是这样。识别指标主要看用户增长是不是带来了边际成本下降，比如某电商平台每新增1亿用户，成本仅增加 5%。 这里要特别提醒你，一个是伪护城河，高市场份额不等于护城河。柯达曾经占据胶卷市场90%份额的数码技术一出现，它就迅速破产了。另一个是护城河侵蚀信号，毛利率下滑，研发投入减少，市场份额被蚕食，这些都是警示。比如某手机品牌因为创新停滞，毛利率从40%降到了2%。第3条，安全边际，给自己留容错空间。核心是，再好的公司买贵了也是坑，安全边际就是让你打折买入，这样即使你估值错了，或者市场暴跌，用公式说就是安全边际等内在价值市场价格。通常建议给自己留3到5折的折扣。那怎么估算一家公司的内在价值呢？有3个方法。一是现金流折现法，预测公司未来10年的自由现金流，然后按合理的利率折算到现在。比如一家公司每年自由现金流10亿，折现率 8%，10 年后的现值大概是67亿。2是市盈率 PE 对比，如果同行业龙头 PE 是20倍，而某公司 PEB 只有15倍，而且基本面相似，那它可能就被低估了。3是市净率 PB 筛选，这个金融行业常用，比如银行股 PB 小于 0.8 的时候，可能就被低估了。对安全边际的要求也不同，像茅台、苹果这种护城河很宽的公司，你可以接受2到3折的折扣，也就是说，如果内在价值100块、80块以下就值得买入，而普通制造企业需要保留4到5折的折扣，内在价值100块，建议60块以下买入。高风险的初创科技公司，折扣需要大于5折，也就是50块以下买入。举个例子，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美股暴跌，逮入比亚迪。当时比亚迪的市盈率只有10倍，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后来比亚迪股价最高涨到了80港元。安全边际，当它在极端行情中依然大赚一笔。这里需要提醒你，别用后视镜估值。比如一家公司过去5年 PE 平均是30倍，不代表现在就便宜，你还需要结合它未来的增长来判断。同时，有些公司通过会计手段虚增利润，导致 PE 看起来很低，但现金流实际上是负的。遇到这种情况，你需要用自由现金流除以净利润来验证。第4条，长期持有，感受复利的魔法。核心是频繁交易，就是在白白交手续费和资本利得税。长期持有才能让企业成长的收益慢慢兑现。长期持有有3大优势。一是降低交易成本，每年交易一次的成本包括手续费和税费，大概是 2%， 而长期持有10年，总成本可能才 0.2%。2是避免情绪化决策，频繁看盘，很容易被短期波动影响，导致追涨杀跌。比如某投资者在2020年疫情暴跌时卖出，结果错过了后续50%的反弹。3是享受企业成长红利，好公司的利润和分红会逐年增加，长期持有能获得戴维斯双击，
也就是盈利增长加上估值提升。比如可口可乐，过去30年净利润增长10倍，股价涨了20倍。第5条，知道何时卖出，别当套牢的鸵鸟。核心是，投资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当公司的基本面或者估值发生变化时，你需要重新评估是不是还要继续持有。多尔西给出了卖出的4大信号：一是护城河被侵蚀，比如某连锁餐饮品牌因为扩张过快，而且新的竞争对手推出了类似产品，导致市场份额流失。这时候，验证方法可以对比公司近3年的毛利率、市场份额、研发投入变化，如果持续恶化就要警惕。二是估值严重透支，比如某新能源车企市盈率200倍，而行业平均只有50倍，而且未来3年净利润增速预期只有30%，这时候它的估值就已经透支了，应该卖出。验证方法是用 DCF 模型计算内在价值，如果市场价格超过内在价值50%以上，就果断离场。三是找到更好标的，比如你持有的被公司年化收益 10%， 但你发现被公司护城河更宽，估值更低，年化收益预期能达到 15%， 那这时候你就应该卖出，被买入 B。验证方法是对比2家公司的 ROE 自由现金流和行业地位，优先选择性价比更高的。4是个人资金需求变化，比如你因为买房急需用钱，即使持有的股票仍被低估，也应该卖出部分仓位。投资需要服从你的人生目标，这5项金律是协同作用的，它们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逻辑链。做好功课和寻找护城河是筛选好公司的基础，安全边际确保你买的便宜，长期持有，让复利发挥作用，同时减少交易成本，知道何时卖出，避免坐过山车，实现收益最大化。投资的7个坑，投资赚不到钱，往往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智蔡特·多尔西在书里总结的这7个错误，本质上都是违背了价值投资基本原则的行为，要么被情绪操控了。避开这些坑，你就已经超越了80%的普通投资者。第一个坑，总试图挥出全垒打，想买到下一个微软。这个想法的错误本质是沉迷一夜暴富，专门挑那些小公司热门股，幻想股价能翻好几倍，结果大多都踩了雷。历史上看，小型成长股的年均回报长期都低于标普500指数。风险真相是，小公司倒闭的概率极高，就算你真的找到了下一个微软，也需要等10年以上才能兑现收益，而我们大多数人根本拿不住那么久。多尔西认为，是优先选择那些稳健赚钱的公司，而不是可能暴贺的公司。投资是积小胜为大胜，每年 15% 的收益，20年就能让你的本金翻16倍。第二个坑，相信这次不同，但历史永远在重演。这个想法的错误本质是总觉得当下的行情特别特殊，比如觉得半导体再也没有周期了，互联网泡沫不会破了，结果却在高点接盘。市场规律不会变，资本永远追逐高利润，最终会让超额收益回归平均水平。还记得2000年有人说半导体无周期，随后行业暴跌。2001年能源股被吹上天，年增长 20%， 结果因为供过于求，股价腰斩。另外，贪婪时忽视风险，恐慌时忽视机会，这是华尔街重复了100年的剧本。当你听到这次不同的时候，你就要警惕了。先去查查历史上类似的行情发生过吗？记住，不是没有新鲜事，只有新瓶装旧酒。第3个坑，爱上所投资的股票，把产品好感当成投资理由。这个想法错在，你因为喜欢某公司的产品，比如 iPhone 或者星巴克咖啡，就认为它的股票一定好，而忽视了公司赚钱的能力。
因为产品好不等于公司好。多尔西举了个例子，汤姆掌上电脑曾经风靡一时，大行业竞争激烈，利润微薄，最终亏损倒闭。很多人持有股票后，就只看利好消息，忽视利空，比如管理层腐败，市场份额下滑，变成了鸵鸟心态。比汤的方法是问问自己，如果我买下这家公司的全部部分，只是看估值，它能挡住竞争对手吗？这是看护城河，你还可以用数据替代清代，关注净利润率、自由现金流这些硬指标，而不是仅仅因为你觉得它好。第4个坑，因为行情暴跌而恐慌，别人恐慌时你更恐慌。很多人在市场大跌时跟风割肉，结果卖在了底部，但往往恐慌就是机会。书里提到1979年商业周刊的封面标题说股票已死，随后却迎来了长达18年的大牛市。2008年金融危机时割肉的人错过了后续美股10年的上涨。多尔西自己的研究显示，那些最不受欢迎的基金，也就是资金流出最多的基金，他们后续3年的回报几乎都超过了最热门的基金。2020年疫情导致全球股市暴跌30%，很多人恐慌卖出，却没看到优质公司的基本面根本没变。随后半年市场反弹50%，暴跌时先问问自己，公司的护城河还在吗？净利润还在增长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别急着卖。另外，还应该制定下跌应对计划，比如跌20%补仓，避免情绪化操作。第5个坑，试图掌握市场进出时机，猜顶抄底是傻瓜游戏。很多人总想着在高点卖出，低点买入，频繁操作，结果不是踏空就是被套牢。他们错在哪里？答案是，没人能精准预测短期行情。学术研究显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所有的择时策略中，只有1/3能跑赢买入并持有，而且这种优势还无法持续。另外，交易成本会吞噬你的收益。书里多尔西详细计算过，每6个月换股一次，30年后收益比长期持有会少60%。因为要算上税费和佣金，接受你无法精准择时的事实。你可以用定投来摊薄成本，或者在估值过高时减仓。普通人必须记住，你频繁交易的对手是手续费和税务局，长期持有才是散户的优势。第6个坑，忽略股票价值，买股票不是击鼓传花。很多人买卖股票只看股价涨跌，以为总会有更傻的人接盘，但很少有人去想，股票价格最终会回归它的价值。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很多股票市盈率超过100倍，最终跌去了90%。把同期市盈率低的消费股，靠别人接盘赚钱是不可持续的。你怎么确定自己不是最后一棒呢？买股票前先算算它的内在价值，比如用市盈率对比历史均值，或者用现金流折现法。你买的是公司的一部分所有权，而不是一张赌博筹码。除非你觉得自己玩的就是赌博游戏，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第7个坑，相信企业盈余代表一切，利润可以做账，现金骗不了人。我们很多人常常只看净利润，不看现金流量，从而被公司的纸面利润给忽悠了。答案是，净利润是可以操纵的。公司可以通过提前确认收入、少提折旧等手段来虚增利润，但现金流量表很难造假。有现金流才是真的赚钱。多尔西在书里强调，如果经营现金流停滞，那是一个威胁信号，可能意味着应收账款收不回来，或者存货积压。避坑的方法是对比公司的净利润和经营现金流，健康的公司两者应该同步增长。你还需要重点看自由现金流，也就是经营现金流减去资本支出，这部分它是公司能真金白银分给股东的钱。以上这7个坑，
脱离了企业本质被价格波动或者情绪操控。这全雷达和蔡石基是忽视了长期持有优质企业的原则，相信这次不同和恐慌割肉是违背了市场规律不变的常识。爱上股票和只看利润不看现金，是忘记了买股票就是买企业赚钱的能力。避开这些坑，只是投资的防守。想要真正进攻，你还需要掌握识别好企业的工具。核心工具篇，筛选能穿越周期的优质企业。选企业就像挑选手表，外观再花哨，核心还是走势准耐用。识别好企业的关键是穿透那些表面的热门概念，抓住它能持续赚钱、别人抢不走利润的本质。多尔西提供的工具本质上是一套企业体检流程，也就是护城河，再查财务健康度，也就是报表，最后排查造假的雷，也就是风险预警。第一个工具，找经济护城河，这是企业的防弹衣。护城河是企业抵御竞争对手的独家优势，能让它长期赚比同行更多的钱。没有护城河的企业就像没上锁的仓库，利润迟早会被抢光。那我们普通人怎么识别护城河呢？第一步，看历史获利能力，用财务指标验证。书中明确指出，护城河的核心证据是公司持续的超额利润，重点看4个指标。一、自由现金流，每年能赚多少可自由支配的现金，也就是经营现金流减去资本支出。优秀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除以销售额通常大于等于 5%， 比如辉瑞常年超过 8%。大净利润率，每卖100块钱能赚多少钱，长期大于等于 15% 的企业，比如茅台，大概率有护城河。3、ROE 股东权益报酬率，股东每投入100块钱能赚回多少钱，连续5年大于等于 15% 的公司，比如苹果，说明赚钱效率很高。4、ROE 资产报酬率，每100块钱资产能创造多少利润，稳定大于等于 7% 的公司，比如沃尔玛，代表资产利用效率很高。第二步，挖护城河的来源，有4个方面。一、产品差异化，要么是真的更好，要么让客户觉得更好，比如蒂芙尼的品牌溢价。判断标准是它能不能比同行卖得贵，而且客户还愿意买单。2、成本优势，同样的产品，它能卖得更便宜，还赚钱。比如戴尔通过直销模式，减少中间环节，存货周转率是惠普的15倍，成本自然更低。3、转换成本高，客户换品牌要花大钱或者花费大量时间，比如企业用惯了甲骨文的数据库，换一套新系统，需要重新培训员工，成本太高。4、网络效应，用的人越多价值越大，比如eBay的买家多，卖家就愿意来，卖家就更离不开，形成了赢者通吃。第二个工具，读财务报表，它是企业的体检报告，财报是企业的语言。3张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它们能告诉你这家企业有多少钱，赚多少钱，钱从哪里来。就像医生不会看体检报告，你永远摸不清企业是虚是实。首先是资产负债表，看家底厚不厚，现金及等价物应该充足，能应对突发危机。负债不能太高，长期负债除以股东权益小于等于 50% 更安全。应收账款的增速要小于等于销售额增速，否则可能是在赊账卖货钱收不回来。存货周转要快，比如沃尔玛存货1年周转15次，比同行快5成，说明资金利用率更高。其次是损益表，看赚钱能力强不强，重点追踪从销售到净利润的过程，毛利率越高，说明产品越有竞争力，比如茅台毛利率 90%， 同行平均 60%， 销售费用率越低，比如泡头可乐销售费用率 15%， 比杂牌饮料低一半。
净利润率要排除非经常性收益，比如卖资产的利润，核心看主营业务净利润是否稳定增长。最后是现金流量表，看钱是不是真的，这是最难造假的表。重点看经营现金流，必须大于等于净利润多20%，说明它的利润是真金白银。还要看自由现金流，必须是正数且逐年增长，说明企业能自己造血，不需要靠借钱扩张。第三个工具，抬财务造假雷，这是企业的体检议程项。好企业不仅要赚钱，多尔西列举的6类警示是识别那些伪装好企业的关键。警示1，现金流量与利润背道而驰，净利润涨但经营现金流跌，可能是虚增收入或者存货积压，比如某家电企业抛压或被经销商冲业绩，但实际产品卖不掉。警示2，应收账款暴增，增速远超销售额，可能是放宽信用条件来冲业绩，比如2000年很多网某公司靠赊账做高收入，最后钱都收不回来。警示3，频繁出现一次性费用，动不动就重组费用资产减值，可能是用一次性亏损来掩盖长期存在的问题，比如某上市公司连续3年都提资产减值，实则是经营不善。警示4，财务总监或审计师突然离职，内部人最懂财务虚实，核心人员离职往往是怕担责任。安然事件爆发前，其审计师大卫邓肯就突然辞职了，随后丑闻曝光。警示5，存货越堆越多，存货增速超过销售增速，可能是产品卖不动，未来可能需要折价甩卖。比如2000年半导体行业存货激增，后来不得不降价50%清理。识别出好企业后，排查最后一步就是给它定价，哪怕是黄金买贵了也会亏。给股票定价，避免好企业坏价格的陷阱，是找到企业内在价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当市场价格显著低于内在价值时，才是真正的好机会。这不是精确计算，而是模糊的正确。关键是用多种工具交叉验证，并用安全边际来抵御风险。第一线破除误区，别迷信单一指标。很多人以为只看市盈率就够了，但任何单一指标都有缺陷。比如某科技股市盈率是10倍，看似便宜，但如果它明年可能亏损，那这个10倍就毫无意义。再看市净率，这个指标适合金融股，并为银行的资产多为现金，但对互联网公司最值钱的是用户，不是资产。然后是市销率，它能反映销售规模，但不代表赚钱。比如某公司销售额100亿，却亏损10亿，高市销率反而可能是危险信号。多尔西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比率组合交叉验证，比如市盈率加上市销率，再加自由现金流收益率，结合公司的护城河成长率，做综合判断。而基础工具用比率找相对便宜的股票，市盈率 PE， 但普通人要学会挑版本，比如用态市盈率，也就是过去12个月的盈利，避免预期市盈率的陷阱。因为分析师经常会高估未来的盈利。另外，要学会对比历史分位，比如一家公司当前的市盈率是20倍，但过去10年有80%的时间，市盈率都在15到25倍之间，这说明它目前处于合理区间。如果它过去10年市盈率从未超过18倍，那现在20倍就显得偏贵了。再者，还要学会结合成长率来评估，高成长企业可以接受更高的市盈率，比如茅台年增长 15%， 那么30倍的市盈率是合理的，那么30倍就太贵了。市净率 PB 这个指标体现的是资产的含金量，适合的场景包括金融股，比如银行、保险，以及重资产行业，比如制造业，因为它们的资产价值相对透明。
但要注意必须结合 LB 股东权益报酬率来看。多尔西说高 ROE 加上 BPBBBB 才是好的标比，比如某银行 ROE 等于 20%，PB 等于 0.8 倍，而且还便宜。但是我们需要警惕商誉这类虚增的资产，比如某公司 PB 等于0.5倍看似便宜，但商誉占净资产的80%，实际有形资产可能已经资不抵债了。自由现金流收益率，这是最实在的指标。记住这个计算公式，自由现金流除以企业价值等于市值加上负债减去现金及等价物。自由现金流收益率的意思是乃下整个企业每年能赚回多少现金。你也可以简单理解为买房后的房租收益率。自由现金流很难造假，比净利润更真实地反映赚钱能力。3核心方法，算内在价值，找安全边际。其实这是简单点说，就是算清楚一家公司到底值多少钱买才不亏。先说怎么算公司值多少钱，核心就是看它未来能赚多少钱，折算成现在的钱加起来。第一步，先估算未来5到10年，它能落袋多少金钱。比如公司今年真正到手10亿，这是已经去掉了必须花的成本之后，如果往后每年多赚 5%， 那明年就是 10.5 亿，后年就是11亿多，大概就是这么估。第二步得算现在的钱比未来的钱值钱多少，比如即现在有100块钱存银行或者买国债，每年能稳拿 3% 的利息，这是无风险收益。如果你买公司股票，就得再加个风险补偿。像茅台这种特别稳的公司，加 5% 到 7% 的风险补偿，总共按 8% 到 10% 来算折现率。意思就是未来的钱现在得按这个比例打折才值。普通公司风险高点加 7% 到 9%， 总共 10% 到 12%。初创科技公司风险很高，可能 15% 往上，总不能一直布到天荒地老吧。就按长期经济增速大概每年 3% 来算，比如 B10 年能赚20亿，之后每年但 3% 上涨，那这部分长远的钱折算成现在值多少呢？简单说就是用 B10 年赚的20亿，先加 3%， 再除以折现率减去 3%， 比如折现率 10%， 就除以 7%， 最后再按 10% 的折现在，大概就是112亿。最后为啥要有安全边际？因为你估算了未来赚钱数可能不准。比如你算出公司值100块，给自己留的30%的余地，就等它跌到70块以下再买。这样哪怕你估错了公司实际只值80块，你70块买也不亏。譬如宝洁留2到3%就行，普通公司留3到4%，风险高的比如周期股，新公司就得留5%以上更保险。说白了就是先算清楚公司未来的钱现在值多少，再故意压的价买，给自己留犯错的空间。10分钟快速检查法高效排雷。说实在的，面对上千只股票，帕特多尔西设计了一个10分钟快速检查法，说白了就是一套快速排雷的招数，用最关键的几个点，先把那些明显不行的股票筛出去，打省下来的时间去研究那些真正可能套铺的。这不是说它能精准选出好股票，而是帮你高效减负，在短时间内躲开80%的垃圾股。第1分钟看看够不够格进门，就看这家公司有没有最基本的吃饭本事。最近3年收入是不是一年比一年多，还是越来越少？那它就是在走下坡路，净利润至少得有2年是正的。如果总亏损，那风险太大了。除非你明确知道它要反转了，因为连收入和利润都稳不住的公司，就像还没学会走路，你别指望它能跑起来。比如有公司最近3年收入跌了1半，年年亏损，故事吹得再好听，
大概率也是个坑。怎么操作？打开财经网站，看财务摘要那块，半分钟就能判断，不够格的直接划掉。第2分钟，看利润是不是正经赚来的，主要得看公司的利润是不是靠主营业务来的，不是卖套行或者拿笔补贴这种一次性的钱。具体看啥？最近3年营业利润，不算投资收益、增幅补贴这些，它得是正的，而且营业利润得占净利润的80%以上。为什么？因为靠主业赚钱才长久啊。比如某公司净利润1亿，全靠卖办公楼赚了2亿，这种利润明年可能就没了，直接 pass。 怎么操作？看利润表，对比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差太多就不行。第3分钟，看利润得是真金白银，光利润数字好看没用，得看有没有真金白银进账。最近3年经营现金流得比净利润多，现金流比利润难造假，要是总比利润少，可能是东西赊出去了没有收钱，或者货对着卖不掉，现金流波动别太大，比如去年10亿，今年倒亏5亿，那说明运营不稳定。为什么重要？利润能做账，但现金骗不了人。以前有个叫朗讯科技的公司，利润涨，但现金流暴跌，最后爆雷了，这就是教训。怎么操作？看现金流量表，经营现金流那里，要是连续为负或者忽高忽低，直接排除。第4分钟，看赚钱效率和负债得靠谱，看公司用股东的钱赚钱的本事，还有别借太多钱瞎扩张。指标要看最近3年平均，RO 用股东的钱赚钱的能力得大于等于 10%， 低于这个还不如把钱存银行，资产负债率别超过 70%， 而且有利息的负债除以净资产别超过 50%， 不然借太多。比如某地产公司 ROE 15%， 但负债率 85%， 一旦房子卖不动，立马就危险。怎么操作？在财务指标里查这2数，不达标就淘汰。第5分钟，看盈利增长，别太跳，看公司赚钱是稳步增长，还是忽高忽低，像坐过山车。重点看最近5年净利润增长率，别波动太大，比如每年涨 15%， 就比1年涨 100%， 1年 50% 靠谱。那种1年暴涨1年暴跌的，为什么？波动大的公司大多在竞争特别激烈或者周期性强的行业，比如半导体，普通人很难把握，而稳定增长的比如消费股，未来更容易看明白。怎么操作？看盈利趋势图，波动的像心电图似的直接划掉。第6分钟，看家底要厚实，别藏雷，看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健不健康，有没有隐藏的债务坑。要看这几个，流动资产得比流动负债多，就是短期能变现的资产得够还上短期欠的钱，应收账款涨得别比收入快，不然可能是靠赊账冲业绩，钱收不回来。存货涨得别比收入快，货堆太多卖不掉，以后可能得降价甩卖。怎么操作？扫一眼资产负债表里的这几个数，不对劲的直接排除。第7分钟，看是不是能自己造血，也就是看公司是不是能靠自己赚钱活下去。股市总靠借钱，具体看啥？最近3年自由现金流，说明有可自由支配的现金。自由现金流要占净利润的 50% 以上，别利润高但没现金，那是假繁荣。怎么操作？在现金流量表里算一下，这个数常年为负的不行。第8分钟，看是不是靠歪门邪道撑利润，重点看公司是不是靠一次性费用掩盖真正的亏损。指标方面主要看最近3年非经常性损益，产净利润的比例别超过 30%， 太高说明主业不行，靠旁门左道撑着，也别总提资产减值重组费用。如果年年有特殊费用，可能是故意掩盖经营差。怎么操作？看利润表里的非经常性损益，
占比太高或者老出现的就不行。第9分钟，看是不是随便增发股票坑老股东，这主要是在看公司是不是总发新股，摊薄老股东的利益。具体可以看最近3年流通股数，每年增长别超过 5%。 太快的话说明总是在融资或者发股票期权。原来10个人分蛋糕，突然来了20个人，那每股收益就降了。怎么操作？查股本变动记录，增速太快的直接排除。第10分钟，筛完了该干啥？通过前面9分钟的筛选，记下那些通过检查的公司，讨好研究，看看他们是不是行业龙头，有没有护城河、品牌、成本、技术这些，管理层靠谱不靠谱，工资合不合理，有没有回购股票，那些被淘汰的直接拉进黑名单，别再浪费时间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方法是排除法，不是选股法，但它属于夕阳行业，比如传统报纸，护城河正在消失，这还得进一步分析才知道。总结一下，这10分钟就是帮你省时间，核心不是精准找到牛股，就像筛沙子，先把大石头也就是明显有问题的公司筛出去，剩下的细沙可能合格的再慢慢挑。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每天面对上百只股票，不可能都研究，这10分钟的早餐时间就能帮你排除80%的坑。记住，过了筛子不代表能买，只是值得再看看。比如某公司啥都合格，但估值太高，市盈率比历史平均高太多，那也不是好机会，容易远。往往不是那些天天盯着 K 线答题消息的人，而是能做到迷信的少数人。股市真规则里反复说，投资本质上是反人性的。别人追热点时，你研究企业；别人恐慌割肉时，你计算估值；别人频繁交易时，你等待复利。关键是你得有套不被市场噪音带偏的逻辑。理性的人就做3件事。第一，买股票就是买企业，看本质。多数人打开软件先看涨跌，理性的人会先问这家公司靠什么赚钱，能赚多久。股价短期是情绪的投票机，长期才是企业价值的称重机。就像巴菲特买可口可乐，他不是看股价跳得多欢，而是看懂了他的品牌护城河，哪怕年年涨价，他们从不用 K 线好看专家推荐当作理由，而是用财报查现金流真假，算 ROE 看赚钱效率，找护城河确认优势，却躲开了80%以上的坑。第二，靠安全边际防风险，不赌。看理性的人懂得，投资的核心是不亏大钱。书里的数据很实在，再好的公司买贵了也是白搭。像世纪90年代，可口可乐市盈率50倍时买入，2008年金融危机时，用7折的价格买入有护城河的企业，后来都赚翻了。安全边际不是精确计算，而是给自己留余地。比如算下来公司值100块，就等它跌到70块再买，这种保守看似错过了机会，却能让他们在暴跌时也睡得着觉，不像多数人满仓追高后只剩下恐慌割肉。第三，长期持有，放大复利，不贪快钱。多数人总想着抓涨停做波段，但书里的案例却打了他们的脸。每年交易一次的成本，手续费加上税费，会吃掉 2% 的收益。30年后，频繁交易者比长期持有者少赚60%。理性的人算得清，一家年赚 15% 的企业，拿10年翻16倍。西南航空套成本优势赚了几十年，长期持有者的收益远远超过那些瞎折腾的。他们懂得短期波动是噪音，企业持续盈利才是信号。与其猜明天股价，不如陪好公司慢慢涨。投资最大的敌人是急于求成。理性的人不是天生厉害，是他们懂得慢慢来比较快。股市里的冠军从来不是短跑选手，而是能跑完全程的长跑者。
说到底，投资是认知的变现，你对企业理解多深，股市就会回馈你多少。股市真规则不教你买哪只股票，是帮你建立一套不被市场收割的认知体系。好企业得有护城河，能赚真钱，管理层靠谱，讨价格的估值低于内在价值，留足安全边际，讨策略得长期持有，让复利发力。如果你能用这套逻辑筛选定价决策，那你就已经站在了理性的少数人行列里了。市场的奖励从来都属于那些看透本质、耐得住性子的人。这不是鸡汤，是书里无数案例证明的真相。恭喜你又学到了新东西。